1975年，周恩来病危之际，曾郑重提及，我党绝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一位便是吴石将军。吴石将军早年怀揣军事救国的理想投身革命，先后就读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重要摇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求学期间，他系统研习现代军事战略与战术，深刻认识到国家强盛需以先进军事力量为支撑。回国后，他主动加入北伐学生军，在反帝反封建的战火中磨砺意志，逐步成长为兼具理论素养与实战经验的军事人才。吴石最初隶属于国民党军队，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稳步晋升，历任抗日战争时期第4战区参谋长、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在军中威望颇高，许多高级将领或为其部下，或受其指导，这为他后续开展情报工作埋下了关键伏笔。不过，随着对国民党政权的深入了解，他逐渐对其腐败与独裁感到失望。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虽表面联共抗日，却将主要精力用于反共内斗，导致抗日军队内部矛盾尖锐，正面战场频频失利。抗战胜利后，国家亟待恢复生产，改善民生，国民党当局却纵容官员大肆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全然不顾百姓死活。正是这份失望，让吴石开始寻求真正能救中国的道路。经爱国人士何遂搭桥，吴石逐步接触到共产党。何遂常向他传递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土地，干部廉洁奉公，居民同心协力建设家园，这些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破败形成鲜明对比，也让吴石对共产党的理念日益认同。最终，在1947年前后，他通过何遂与共产党党正式建立秘密联系，确立了只蛰伏不启用，待战时发挥关键作用的行动准则。他深知自己在国民党军的身份是隐形利器，唯有隐蔽好身份，才能在关键时刻为革命提供更大帮助。解放战争期间，吴石将军的情报工作成为解放军军克敌制胜的重要助力。淮海战役爆发前，共产党党员吴仲喜通过吴石，成功获取了国民党军机要室保管的华东战区核心作战地图。这份地图详细标注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防御工事位置与后勤补给线路，为解放军制定分割包围、逐个击破的作战计划提供了精准依据。渡江战役前夕，吴石更是冒着暴露风险，将国民党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秘密转交解放军，图中清晰记录了江防炮台位置、守军番号与火力配置，直接助力突破长江天险，加速了江南地区的解放。1949年，国民党当局在大陆节节败退，仓皇逃往台湾。此时，吴石已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直接分管军事部署与情报汇总。国民党命令他携家眷赴台，协助整顿台湾防务。以吴石当时为共产党做出的贡献，即便留在大陆解放区，也能获得优厚待遇与妥善安排。但他深知台湾防务情报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若能继续潜伏台湾，便能为后续解放台湾提供关键信息。于是，他毅然服从命令赴台，在共产党情报系统中的代号定为密11号。抵达台湾后，蒋介石集团为巩固统治，掀起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台地下党员。吴石与共产党的联系被迫中断。为恢复联络，接收吴石已搜集的情报，中共中央华东局经过慎重筛选，派遣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女党员朱峰赴台，以台湾贸易总公司专员为掩护执行任务。朱峰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与应变能力，很快与吴石取得联系，重建了情报传递通道。此后，吴石利用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便利，将台湾防务核心情报逐一整理，制成便于秘密传递的缩微胶卷。这些情报涵盖台湾战区整体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及大金门、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与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区的海流数据、台湾岛各战备登陆点的地理环境分析，以及国民党海军基地分布、舰队编制与空军机场位置、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然而，革命事业的推进突遭变故。1950年1月29日，时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蔡孝乾在台北被捕。起初，蔡孝乾还能坚守秘密，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与利益诱惑下，于2月中旬叛变，供出了包括朱峰在内的大批地下工作者。蒋介石当局立即封锁台湾所有海陆空航线，调动军警全力搜捕朱峰。吴石得知朱峰暴露后，深知他若被捕，不仅情报通道会彻底断裂，朱峰更会面临生死危机。情急之下，他不顾自身安危，利用职务便利为朱峰办理了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计划让朱峰先到舟山，再从舟山转赴大陆。可正是这张通行证，让国民党特务察觉到朱峰与吴石的关联。
吴石的身份随之暴露。1950年3月1日，国民党军警突袭吴石住所，将其逮捕。在狱中，敌人为逼迫吴石招供，动用了烙铁、老虎凳等酷刑，将他折磨得遍体鳞伤。但吴石始终坚守革命信仰，从未透露任何关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信息，也从未对自己的选择有过丝毫后悔。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以民心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许国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可悲。57年一梦中，生民涂炭总成空。平江一居担心在，全台犹得对我翁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命运的牵挂与对革命忠诚的坚守。1950年6月10日，台湾当局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对吴石将军执行死刑。临刑前，吴石神色从容，面对敌人的枪口毫无惧色，用生命践行了举国为忠善的誓言。